我们前一段时间呢，有一期关于喝酒的节目播出之后呢，有不少朋友在网上给我留言，说老梁你把这个喝酒啊说得非常美好，我体会不到喝酒的美好呢？我经常喝吐啊，经常喝的时候很不痛快，经常被别人逼着喝酒，经常不得不喝自己不爱喝的酒。我告诉你，那是你喝酒没有喝到一定层面，你还停留在喝酒的层面，而不是品酒的层面。有人说喝酒品酒有区别吗？这个区别大了。在中国喝酒的酒文化里边啊，它有一个起点是讲究秩序的，这个秩序会让你不舒服。为什么呢？比方我们看这个酒桌上面，谁是主客，谁是副客，谁是主陪，谁是副陪，那都次序安排好了，谁先说话谁后说话，那是有一定秩序的，你突破不了这个。而且我不知你发没发现，凡是让你喝的，逼着你喝的，往往都是你的上级和长辈。你作为下级和晚辈呢，你是没有能力在酒桌上反客为主的。这意味着什么呢？意味着中国一种秩序，就上级给下级说你喝，这其实代表着一种尊严，代表着一种权威，我让你喝你就得喝。那么下级给上级敬酒呢，经常有这句话，我干了您随意，这是代表一种服从，一种顺从的心态。为什么我干了你随意呢？我通过自虐的方式获得你对我的信任，它其实是一种秩序化的体现。那么在这样的喝酒场合，你作为下级或者晚辈，你想很舒服，想感受酒的乐趣是非常困难的。所以刚才我们说这种形态呢，这叫喝酒。朋友，你有没有这些困扰？每天加班业务酒局不断，每天下班朋友酒局不休，就连周末放个假，老丈人酒局也没完没了。那老板随意你得干了，朋友喝仨你不能少，老丈人喝到几点你就得陪到几点。生活中充斥着大大小小形形色色干了又干的酒局，以至于见到酒就害怕，有没有？别品酒了大叔，酒是用来品的。没错，看完本期良知，帮你疗效好见效快，盖的品酒不是事儿。那么真正把酒它的文化你琢磨到滋味了，或者感受到酒当中乐趣，是进入到品酒的状态。你说喝酒和品酒有什么区别吗？那区别大了。喝酒有时候是为了别人喝，品酒就是为了自个儿。所以你一切为了自己，你才能够感受到酒当中的乐趣。那么说什么是品酒呢？品酒有三种状况。一种是呢，人来品酒，就品的就是酒。还有一种人来品人，就通过酒呢，我分和谁喝，我愿意和你喝，不愿意和他喝，这叫通过酒来品人。还有一种呢，是通过酒来品自己，就这酒只是你和世界对话的一个媒介，你最终是回到自己的精神世界上。所以品酒、品人、品自己，这是品酒的三种境界。所以我分头给大伙说说，你看你处在哪一种境界，或者你想达到哪一种境界。咱们先说这品酒，就是我所有的注意力都是酒给我带来的感官刺激，我的注意力在酒上。这我可以引用一个品茶的一首诗来形容它。我倒觉得现在好像中国的文人墨客几千年下来，并没有创造一个对品酒这个层级做形象描述的这样一首诗歌，反而是品茶的借鉴到这里很恰当。这个品茶呢叫《饮茶歌》，作者叫卢仝，唐代的诗人。他怎么说？他说喝茶叫一碗喉无润，两碗破骨闷。就我喝的第一碗是自己解渴了，第二碗呢就觉得哎呀，情绪能放松了，不像心理上有压力或者感觉那么沉闷。一碗喉无润，两碗破骨闷，三碗搜枯肠，唯有诗书5000卷。喝到第三碗的时候就觉得这灵感上来了，肚子里这东西就要往外冒，想和这世界对话，想和你对话，要发挥自己东西。这叫三碗搜枯肠，唯有诗书5000卷。这叫四碗发清汗，平生不平事，尽向毛孔散。喝到第四碗的时候出汗了，就好像自己所有的郁闷情绪都顺着毛孔发散出来了。五碗击鼓清，六碗通性灵。喝到第五碗的时候，浑身都觉得飘飘欲仙了，要飞起来了。六碗通性灵，感觉自己
精神世界一下就打开通道了，魂飞天外。最后7碗吃不得也，唯觉两泪习习清风生。就喝到第7碗呢，不能再喝了。为啥？两泪习习清风生，我自己要羽化而成仙了，我要飞出去了。这他说的是喝茶境界，但是在我看更像喝酒境界，因为无论多么好的茶，你越喝越冷静。你想真正喝到羽化成仙、通性灵的程度是很难。我不知道卢仝是怎么找这感觉，我极怀疑是他把这酒当茶喝了，就像咱们平常以茶当酒，以酒当茶。所以你琢磨琢磨这首诗《饮茶歌》啊，1碗喉无润，2碗破骨闷，3碗搜枯肠，唯有诗书5000卷，4碗发清汗，平生不平事，尽向毛孔塞，5碗击五清，6碗通性灵，7碗吃不得也，唯觉两泪习习清风生。像不像喝酒的感觉？我觉得这个太形象了，实在。当然我们说这品酒呢，刚才我说这品酒的感觉，这个感觉里头呢还有很多的技术含量，不像大家想的样，说品酒某一个人啊暴发户拿起红酒来喝一口，82年的拉菲，哪那么些82年拉菲，都胡说八道的，那是装大尾巴狼。就真正品酒呢，你是要有一些技术的，而且很多时候呢，品酒它不仅仅是酒本身的事儿，喝酒用的器具，喝酒整个的场景氛围，喝酒时候的下酒菜，都是品酒的一部分。你像我有个体会，比方说喝啤酒，咱们就愿意吃点水煮花生，喝白酒呢就是油炸花生，还有的黄瓜呀，这些个清口的菜。我估计真正爱酒的人，不大愿意喝酒的时候都是大鱼大肉，你觉得没意思，酒的味道反而掩盖了。所以我说这些和酒有关的食材器具都是品酒的一部分。当然武侠小说里有那么一段神采飞扬的一段，把这个品酒的味道一下就写出来。金庸的《笑傲江湖》里边有那么一段叫祖千秋论杯，就是我现在什么时候想这段，什么时候都觉得神采飞扬，品酒的味道都在这里头。他讲的是那个令狐冲一行啊，在水面上走，他一个朋友给他送来诸多上好的美酒，别人说别这里头有毒，令狐冲说我也活不长了，我体内真气乱撞，活不长了，我喝，一喝是真好。喝这时候他在这个船上喝，岸上突然有一个人，哎呀好酒好酒。令狐冲一看呢，是个50多岁的中年人，很落魄的一个书生，说你怎么知道好酒？他说我一闻呐就知道你这是62年的好酒。令狐冲一听吃了一惊，说他也是喝酒喝多少年，知道这是50、60年的酒好酒，但他能断出62年，这真的假的？说请大哥上船一句吧。人这书生就上来了，说我叫祖千秋啊，听这名比较怪异嘛，祖千秋。说这一看这酒，拿了一碗，您喝不喝？为什么不喝呢？你这么好的酒，公子啊，你搁这个粗碗来喝，把这酒给糟蹋了。一看呢，你品酒啊还没有品出其中3味了。说那您说该怎么喝呢？要用玉杯来喝，玉杯玉碗。为什么呢？李白写诗，玉碗盛来琥珀光，它就像这坛关外白酒，味道极好，但是缺了一股芳烈之气，应该搁什么？搁犀角杯喝。这就是玉碗能增酒色，犀角杯能增酒香。说你看这梨花酒应该搁什么喝？搁翡翠杯喝。白居易在杭州时候写了一首诗，红袖枝翎夸世叶，清奇古酒陈梨花。卖这梨花酒的时候，你看酒家滴翠一般的清奇在那挂着，搁翡翠杯能衬的这梨花酒格外精神。说你这百草酒那得搁古藤杯喝，百草酒把各种各样的这个植物泡到酒里头，你搁古藤杯来喝，大增酒香啊，这是匹配的。说你这玉露酒得搁什么喝？得搁琉璃杯，玉露酒里有气泡，琉璃杯透明的，一看这气泡多漂亮。说你这高粱酒，高粱酒是最早的一种酒，大禹治水时候发明的这个酒，得搁青铜酒爵。青铜咱都知道上古时候的这金属，搁这个喝才有古意。说这米酒味道是好，但是太淡，得搁大斗喝，方显男子汉豪气。说米酒得搁大斗。说葡萄酒搁什么呢？那不用问，夜光杯啊。葡萄美酒夜光杯，欲饮琵琶马上催，醉卧沙场君莫笑，古来征战几人回。为什么？这葡萄酒啊
它颜色是艳红的颜色，男子汉大丈夫喝难免有点直喷气，但是你搁夜光杯盛到里头，这葡萄酒就跟血液一样。这就是壮志饥餐胡虏肉，笑谈渴饮匈奴血，你得用这个杯来喝。你像这个最后这状元红这酒得搁什么？搁古瓷杯，古瓷杯还得搁北宋的古瓷，那是兴旺发达，南宋古瓷就已经有衰败之象了，你要搁元代的瓷那就粗俗不堪了。你看看酣快淋漓的一番祖千秋论杯，把喝酒这酒具给说到了妙到毫巅的程度。令狐兄，你虽然有好酒，可是没有好的器皿，可惜。哎，我们在旅途之中只有这些粗碗，祖兄你将就一下吧。哎，万万不可，万万不可！令狐兄，你对酒具如此马虎，可见饮酒之道未明其中3味。饮不同的酒要用不同的器皿，唐人古诗云：“一碗盛来琥珀光”，可见用玉杯玉碗来喝酒，才能增加它的酒性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就我现在重新读小说，读到这块，每次读这块，我经常吧嗒吧嗒嘴。为什么？感觉好像诸多美酒都在我的眼前，我想喝哪个喝哪个。这就是品酒的境界。所以我说，品酒是什么呢？你的注意力就在酒和酒周边的事物之上，你咂摸的就是这个其中的滋味。这个我们管它叫品酒。就品酒的第一个步类，注意力在酒上，在酒周边的事物上，这为品酒。那么第二类呢，是通过酒来品人。如果说第一种品酒呢，关键在于酒；第二种品酒，关键在于人。喝什么酒不重要，跟谁喝重要。这点我相信很多朋友有这体会。咱们经常说这酒逢知己千杯少，话不投机半句多。你在酒桌上就再好的酒上来，你看对面人就别扭，我看你这么来气，你敬我酒有味道不喝。所以他要看什么人，要这个人知己对心思，最粗劣的酒喝着都高兴。这个中国古代这样典故不少。苏秦当年呢还没有发达的时候，他是老三，老大老二呢这个种地种的都挺好。这苏秦呢就天天学习干嘛的，在父母眼里看不务正业。过年的时候呢这个3兄弟加上3个儿媳妇给爹妈敬酒，老大老二媳妇敬酒去，这样喝高兴。到苏秦媳妇敬酒去，他父亲喝一口吐地上，这酒是酸的，这苏秦就不愿意了，说爹妈不带这么偏心眼儿的啊！我大嫂二嫂敬酒都一样，一个缸里舀出的酒，凭什么他们好喝，你这就是酸的，到我就不行了呢？他父亲说：“哼，你这背时之人，酒便过了你手也是酸的，就你这倒霉的啊！这酒过你手都完蛋了。”所以苏秦很感慨。后来苏秦配6国相印，回到家说他大嫂二嫂在路边跪着接他。苏秦就很有意思问了一句啊：“大嫂二嫂啊，何前倨而后恭也？为什么前面你对我很傲气，现在对我这么恭敬啊？”要中国古人就是实在。他大嫂说一句话：“以继子之位尊而多金呐。”老三因为你现在当官了，你还发财了，你真厉害，多实在呀！你再不要脸也不能说出这话来。所以就说他们那场酒，过年的时候陪父母喝酒，那不是喝酒，那是喝人呐，就看你这人什么样。像这种通过喝酒来品人，这几乎在中国社会到处都是。当然有的人呢带着各种各样的心机，你这人行不行，我能不能跟你做生意，我能不能求着你。当然喝酒我们都知道，很多人把它当作交朋友的一个工具。那么以酒品人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方式。你看咱们爱说小说里头有一些经典例子，比方说这个《天龙八部》里头金庸的小说，那个大英雄萧峰，他喝酒就是一个很洒脱的人，他不在乎喝什么酒，特别在乎跟喝酒的是什么人。他就说丐帮有的大长老，像陈长老陈不厌，副帮主马大元，我跟你话不投机，我宁可和那些呀就身上1代2代弟子，那这晚辈我跟他们喝，我不跟你喝。所以萧峰喝酒是比较挑人的。你看他跟他的把兄弟段誉刚见面，他就误会了，一看段誉这气质这长相，他以为是江南的慕容复呢，啊，这北乔峰南慕容嘛，这他误会了。结果俩人喝酒时，他发现这段誉了不得。段誉开始上来就说：“这位兄台的账我给结了。”就段誉一看萧峰这种北方的汉子了不起，高大威猛，
心生仰慕之意，要跟他交往。萧鹏也看他，俩人对眼在一块喝酒。喝酒他发现呢，这个段誉啊不胜酒力，可是呢为全义气，为全自己心里头对方的认可，使劲喝，到最后不得不用六脉神剑呢把这个酒啊顺着手指里边弄出去。所以当时萧鹏就认为这是个好哥们儿，他不能喝，但为了陪我认真，这是讲义气的。所以即使最后发现你不是慕容复，我认可你这人，别看你跟书呆子似的，咱俩人义结金兰，成了把兄弟了。这位兄台相貌堂堂，气概不凡，难道又是姑苏慕容的家臣？小二，客官不知有何吩咐呢？六大爷的酒菜算在我的账上。好，客官。这位兄台，请过来共饮一杯，如何呀？哈，恭敬不如从命。兄台，我们先对饮10碗。万兄弟胸襟广阔，性情率直，你我一见如故，不如我们结拜为兄弟，好吗？小弟求之不得。好，来，我乔峰与段誉结为异姓兄弟，今后有酒一起喝，有祸同当。好，所以萧峰是以酒品人，他的目的不在酒而在人。包括后来萧峰被人家诬陷成说你就是杀害养父母、杀害恩师，你个契丹人、虎狗。结果呢，萧峰一看攒了这么多年的人脉毁于一旦，但自己呢也要跟这些人有个交代，所以主动败庄到聚贤庄参加英雄大会，跟这些以前的好友一一诀别，说咱用什么形式呢？喝酒，我跟你们每个人干一碗酒，今后恩断义绝，接下来你是你，我是我，咱们就仇人了。所以这些英雄呢也敬重萧峰是个汉子，一一过来跟他敬酒，一人一碗，一人一碗。喝到中间的时候，突然上来一个人，萧峰，我跟你喝一碗。萧峰没说别的，一巴掌给他打出去了。大伙说喝着喝着怎么就打起来了？萧峰说，我和我这些兄弟都是过命的交情，都是惺惺相惜，我认可他们。今天绝交是跟这些人，我才一人一碗酒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过来跟我喝酒。天下英雄今天聚集在此，其中有不少是乔峰昔日的好兄弟。你们今天怀疑我是契丹人，又指我是杀父是恩师的凶手。好，我们今天在此喝一碗断义酒，喝了这碗酒，昔日的恩就此一笔勾销。姓乔的，我跟你干一碗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我乔峰今天和天下英雄喝此断义酒，乃将往日情谊就此断绝。你也配跟我喝？你我有何交情？所以萧峰这个喝酒是干嘛？他是分人的，他绝对不是说啥人他都喝。所以我们说这一类的品酒叫什么呀？以酒品人。就我得看你对不对我心思。所以这一点咱们很多人说是佛教讲人生凄苦，就有怨憎会爱别离。怨憎会是什么呢？我讨厌的人吧，你说我还总能跟他见着，我喜欢的人我还见不着。这个酒场上经常就有这种事儿。你看有的人参加这个单位的喝的酒，或者招待客户，这人你是真讨厌他，但不得不坐那跟他一块喝，这酒就难受了。如果你碰着对心思的人，明明你就能喝3两，涨了喝6两，而且喝完还不觉得怎么地。你碰到不对心的人，明明能喝6两，喝3两，你都已经有醉的感觉了。为啥？心情不顺畅。所以有一大类品酒的是得看碰上什么人，碰着对心思的人，我就能多喝点，我就能感受到酒的乐趣。当然通过酒你观察一个人，你发现人在喝酒的时候是放松的状态，他一放松，他有些品质本性就露出来了。这个过程往往能够考察到一个人方方面面的素质。你像在这个中国历史上有一段很有名的故事，叫煮酒论英雄，就说的是曹操对刘备的考察。这段文字《三国演义》里写的也是文采飞扬，意兴横飞，非常漂亮。他说的曹操把刘备叫过来，说我这个小花园里啊，备点薄酒，咱哥俩好好喝喝。刘备这时候寄人篱下，在曹操这待着，有点心惊肉跳的感觉，因为他心里头啊是琢磨曹操，你挟天子以令诸侯，我跟你不一条心。所以曹操找他来，他心里头有点担心，他这又憋什么坏呢？一看呢，小亭里边呢把这酒都摆上来，
这边是酒，这边一盘子青梅，就是这个杨梅刚下来，这时候正好下酒。俩人呢喝差不多的时候呢，阴云密布，要下雨。这时候下人呢在栏杆外指，你看天边那个云里头雾气昭昭，有龙。因为中国古人认为下雨啊，它是龙行雨嘛，叫从人遥指天外龙卦。你看那龙飞舞的样子。曹操拉着刘备手就站在栏杆这看，玄德你看。这时候呢，曹操就问刘备说：“玄德知龙之变化乎？”说你知道龙的变化吗？刘备肯定得装傻呀，不知。曹操借这点酒说了，说龙啊，能大能小，能生能隐，大则星云吐雾，小则隐介藏形，生则腾飞于宇宙之间，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。方今春深，龙乘势变化，有人之得志，纵横四海。就是这龙啊，你大了吞云吐雾，小了一个芥子它能藏下，往上飞，奔腾于宇宙之间。你要潜伏在波涛之内，你看不着。现在正好是开春，龙乘时变化，就像人呐得志的时候纵横四海。刘备说：“这我哪知道？他龙之变化有英雄也，就跟当世之英雄。”说玄德久历世事，可知当世英雄？刘备接着装傻：“你不知道，我真不知道。”说：“你就不知道英雄？你总听说过名字吧？你说两个我听听。”其实这是干嘛呢？就是借着喝酒来看看你刘备的见识有多大。你不一劲儿不知道吗？那你说俩名字我听听，你认为谁是英雄，我就能通过你的认知，我来知道你处在一种什么样的状态。那刘备这时候反正要点名了，那就得说了，说这个淮南袁术兵精粮足，可谓英雄。淮南袁术，曹操嘴一撇，袁术乃种中枯骨耳，我迟早擒之。他就坟里头那骨头，我早晚我把他拿下。说那个袁绍雄踞冀州，43公，门多故吏，部下能使者极多，可是英雄。人这又有根儿，人下边又有人。曹操说了句经典的话，说袁绍原本出这人不行，怎么不行呢？色厉胆薄，好谋寡断，干大事牺牲，见小利而忘命。所以你看着耀武扬威的，但其实胆子不大，胆小，好谋寡断，喜欢搞点权谋，但是优柔寡断。干大事情呢，觉得下不了决心，见着小利还忘命了，这人不是英雄。说有一人那个名称拔郡，威震九州，就是荆州刘景升，我那哥哥刘表是英雄吗？不是，刘景升这人不够，达不到那高度。说那江东孙策是英雄，也不是，借他爸爸孙坚孙文台的名，他不算英雄。说那这就益州刘季玉刘璋，汉室宗亲，刘璋守护之权儿，看家的狗能算英雄吗？说那像张绣张鲁韩遂，庸庸碌碌之辈就别提了，把这些人全画个叉，全不是英雄。刘备也没辙了，说那英雄是谁呀？愿明公明以教我，你跟我说吧。曹操这时候很含蓄指着刘备，又把手指头弯过指自个儿，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曹耳，就天底下英雄就是你我两个人。把刘备给吓的，他本来就想装傻充愣的躲过去，你说让曹操说他是英雄就坏了，这是英雄就咱俩人，你还想当这个当世第一英雄，你得把我这第二个弄死。所以刘备吓得当时一惊，啪啦，筷子勺子全掉地上了，害怕。正这时候下雨嘛，咔打个炸雷。刘备要不说了不起呢吗？马上脸色如常，弯腰把筷子和勺子捡起来，还说了一句话，说震雷之威，夷之若斯啊！就说这打一声雷这个威力居然这样。曹操一看乐了，说是玄德也畏雷乎？就原来你怕打雷呀？刘备说：“圣人震雷迅风必变，焉得不畏乎？”说圣人都怕这个，我这小白人更怕这个，把这事儿就给演过去了。一震之威，乃至于此啊！哦，大丈夫亦畏雷乎？圣人言迅雷，风烈必变，安得不畏？所以你现在我刚才把这段呢很详细的跟大伙儿描述一下，您要有机会您看看《三国演义》原文，
我就觉得神采飞扬的一段，就把这人物的心理呀，通过对话跃然纸上。它是什么过程？就是通过喝酒。通过这喝酒，我跟你聊天，喝酒之后呢，你会放松，放松就容易说心里话。我通过这个来琢磨你这个人什么人。所以有人说刘备啊，人后长者，绝对不是。刘备城府极深，就通过这段细致入微，你就能看出来，在酒桌上他这人把自己掩藏的多深，而且随机应变。所以我说，这种通过酒来品人的方式，在中国社会是非常常见的，这也是酒当中这个很重要的滋味。当然呢，你要如果就是以人论酒啊，有的时候难免会得罪人。为啥？话不投机半句多，这人多呀。你酒桌上热热闹闹的，好像都要保持个和谐氛围似的，你突然有点个性，这就容易得罪人。当然你要是领导什么的可能无所谓，你要是个下级啊，有的时候这关系就不好处，而且矛盾越激烈了，自己可能还受点伤害。这个可不分是有名没名，有位大名人最后就是因为品酒，坚持用品人的方式来喝酒，最后自个儿还得了场大病死了。谁呢？这个人名气很大，古龙。我们都知道武侠小说嘛，金古两大家，金庸、古龙。我说金庸呢是宗师，古龙是浪子。古龙有的书写的非常漂亮，多情剑无情剑呐，七种武器啊，楚留香、陆小凤啊，欢乐英雄啊，都非常好。那古龙他最后我们都知道英年早逝，死到喝酒上了，肝病。说为什么死喝酒上呢？跟喝酒有关。这古龙当年我们知道在台湾的名气大的都不得了，他的武侠小说写的人人都爱看。那些出版商啊，一方面对古龙生气，古龙到点不交稿脱稿，可另一方面呢，找古龙找不着，一旦找着古龙了就想骂他，你还答应我的稿子，到点我那边开天窗，把古龙骂一顿。古龙也不着急不着慌，你过来，福尔过来，这出版商过来，你有什么事说吧。在他耳朵边哼了两句，这出版商就跟被古龙施了魔法似的，从兜里掏出支票夹子，签字几万几十万台币就给古龙。为啥？古龙告诉我借这有本书给你，他就高兴。这古龙能耐很大，而且古龙这个人呢，生性好酒。你看金庸写书呢是按照自己的理想主义，按照自己的哲学思维来写，古龙写书就写他自个儿。所以古龙书里的主角，你看好酒好色好交朋友。你说楚留香、陆小凤都这样，有的甚至感情受挫折了依然好酒，小李飞刀喝酒恨不把肺都能咳出来。那古龙生活当中就是这么人，极好酒，但是他喝酒不对心思不喝，一定得是好朋友。有这么一回在台北一个酒吧里喝酒，喝着喝着呢，跟他在酒吧里头还有一伙人，这伙人呢有点黑社会性质。这边一看古龙在这呢，都崇拜古龙啊，哎呀，我跟你合个影干嘛？追星。古龙就看不上这些人，借点酒这就说你们这些人净干缺德的事儿，与你们为伍，我感到很羞耻。他把这人给骂了一通，结果这帮黑社会借点酒劲儿也来气了，捅了古龙两刀。这个祸惹大了，赶紧把古龙送医院去。送医院这个中了刀了，他流血嘛，失血过多得赶紧输血。医院的血液不够储备的，没办法就得赶紧找那些血贩子呀来买血。反正总算呢把这对上血型的血给输进了，古龙命是保住了。但是他买那血没经过检疫，就输血的那个人有肝炎，借助血液传染给古龙。你看古龙本来就好酒，我们都知道这要有肝病的人呢，喝酒这危害很大，古龙哪戒得了啊？结果输血，因为喝酒被人给砍了，失血过多输血得了肝病了，被传染了。得了肝病之后他还不控制酒，5年之后就死了。古龙死那时候他亲朋好友来都用什么方式？在他这个棺材里边塞了48瓶酒摆好了，意思你到天上接着喝吧，反正你也戒不了。写对联，小李飞刀成绝响，人世不见楚留香。小李飞刀楚留香都能喝呀，这是到天上你陪他们喝去吧。所以古龙是不对心思不喝，你像不是有的人说过来敬个酒捧个场得了，古龙没有这脾气，我看不上你，我不能跟你喝，就因为这么句话招致飞来横祸，自己挨2刀，最后死都死这上了。哎，通过品酒来品人，他也是像双刃剑一样。但是你要想维持自己独立个性，这其实在喝酒场上保持自己的个性魅力，这还是必要的。咱们看不上人，咱不跟他喝。所以我说，第一种就是品酒，第二种
以酒品人，还有第三种，通过酒来品自己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我这个人呢，可能和外界沟通能力差点，比方我比较内向，但是我总有一种东西和这个世界要沟通，和这个宇宙天地和自己的内心要对话。那通过什么呢？李宗盛有首歌写得非常好，叫这个世界太喧哗，让沉默的人看起来有点傻，但是这样的人你不能小看啊，只要你肯给他一把吉他。李宗盛小时候就是个沉默的人，一碰音乐就疯了似的。所以我想，对于这样的音乐人，一把吉他就是他跟宇宙，他跟自身的内心世界，大宇宙小宇宙沟通的比较好的媒介。那么对于很多有这种文艺情怀的人，酒往往是最好的媒介。这一点在中国古代诗人身上体现的最明显，因为古诗词啊有4个意境是文人最喜欢的：诗、酒、梦、花。你看唐诗宋词里边提到诗的、提到酒的、提到梦的、提到花的特别多，有时候几种意象交叉到一块儿。那么对外部的感情无法言说的时候，往往要通过酒来体现。比方说有人体现爱情，你像这个歌中醉倒谁能恨，唱罢归来酒未消，梦后楼台高锁，酒醒帘幕低垂，这是晏几道通过酒来体现爱情。还有的体现人生一些苦闷啊，昨日风疏雨骤，浓睡不消残酒，这一种人生态度。还有通过这个呢来达到人生哲学一种高度，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，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千金散去还复来。这是李白通过这个对自己人生态度的一种提升。你包括我们说这个月下一壶酒，独酌无相亲，举杯邀明月，对影成三人。你看起来是通过这个追求知己，心气互通，其实体现他的一种人生态度。就如果别人不上我的法眼，我宁可跟谁都不交往，酒就是我的朋友。其实酒象征什么？另一个自己，你自己在跟自己对话。所以这也是一种比较高妙的人生境界。当然我们喝酒的人呢，品酒行，品人行，通过酒来品自己呀，往往是一个不太愉悦的一个过程。而这样呢，它也说明恰恰你身上的文艺细胞或者说哲学思维达到了一个高度，这是我们平常人呢不容易达到的境界。所以你看李白写酒的时候写出了很多这样的诗句。比如他讲说，天既不爱酒，酒星不在天；地既不爱酒，地应无酒泉。天地皆爱酒，饮酒不愧天。最终他得出2句话，叫3杯通大道，1斗合自然。喝了3杯，我就跟道接到一块了。我喝了1斗，那就是自然而然，就是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，就是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我等于恢恢然跟天地相接，这就是他的一种人生境界。所以你经常看文人有时候写酒啊，好像挺颓废。你比方说天不管地不管酒管，成也罢败也罢喝吧，你说这不颓废吗？不是，他是通过酒来把自己心中不平气发散，通过酒自己跟天地沟通，通过酒自己跟自己的精神世界沟通。所以最终呢，他是要通过品酒形成一个闭环。就实际上你品酒也是品人，品人反照自身，也能回到自己，也能与精神世界形成一个完整的这种闭环。所以我们说到底，如果你喝酒喝到了品酒的状态，那相信你对酒中之3味会有非常深刻的理解。那最终我们说什么？品酒品人生，求道求知己，这也是一个完整的饮酒过程。这个逢年过节呀，大家免不了要在一块儿聚聚，尤其是春节的时候呢，可能很多朋友要回老家。结果有一件事啊，大家这意见很大，就说回老家呀，这个酒啊太难应对了，上顿喝下顿喝，哎，跟着亲戚得喝，跟着朋友得喝。还有的朋友说平常啊也没饶了我呀，你看老板领导领我出去喝酒去，其实我就给挡酒呢，把我喝了够呛。所以很多朋友在生活当中啊都有这样一个痛点，就是这酒场呢我喝不下去这个酒，我怎么办？要不喝酒呢还办不成事儿，我怎么应对？怎么能让呢上级对我还满意，我还没把自己喝的身体受伤难为够呛。咱们这期节目就给大家说说我们怎么样应对酒局，我们怎么样看待酒这个东西。礼拜3
虚实。每周这个时候，都会有一群人来看良知。良知的主持人叫老梁。今天，粉丝带来一瓶叫喜酒的东西。不久前，我参加了一次酒局，让我帮领导挡酒，喝得我醉生梦死。断片之后，老板却把我给 fire 了。我很奇怪，世上怎么会有酒这种东西？仕途最大的烦恼就是酒局不断，坑爹不止。如果可以练达酒场上的人情，工作的每一天将会是一个新的开始。那你说多开心。相信这位粉丝看完良知，应该知道酒不醉人人自醉的人情练达了吧。不过对于酒场上的断片儿，我想应该和喝什么酒有关吧。喝喜酒真君子，不上头不断片儿。有什么喜欢还喜酒？那么咱们节目一开始得给大伙说一件事儿。有的朋友说呀，说你看现在年轻人强调个性，很多人呢不爱喝酒，尤其是不爱喝白酒。哎呀，喝到嘴里这个辣呀，喝多了难受啊。所以红酒啊、啤酒还能接受，这白酒挺难接受的。要按这个道理，有人就分析了，说年轻人都不爱喝白酒，那白酒销量肯定不行啊，越往将来越不行。尤其80后、90后这么讲究个性的。可是奇了怪了，这几年你会发现白酒，尤其是高端白酒，它的销售反而在往上走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除了我们说咱们现在老百姓的生活比过去好了，逢年过节消费点高端白酒都不是问题了，这是一个基础因素。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，你以为年轻人就拒绝白酒吗？不是那个样子。真实的情况是什么呢？就是可能他在一定的年龄段里头对这个白酒有反感，但是随着他年龄往上增长，他会对白酒有一种本能的接受。什么叫本能的接受呢？我举个例子，很多年轻人喝不了茶，还有的喝不了热水。比方说我在10几岁、20几岁的时候啊，这个水越凉喝着越舒服，那个热水温度稍微高点都觉得烫嘴。可是到了我这年龄呢，那不用说喝茶了，那个开水烧出来倒在那儿稍微晾一会儿我就能喝，而且对茶开始上瘾了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就是有一些东西啊，你随着你的年龄的提升，你会越来越爱它。我还记得有一年我和这个已故的著名的词作家严肃老爷子，我们一起做节目，正好有一个这个女孩啊唱她的歌，哪个说唱脸谱，就那个蓝脸的窦尔顿、盗御马，什么红脸的关公战长沙，那里边就说到，说这个咿咿呀呀这京剧啊，怎能吸引现代小青年？我跟严肃老爷子我就探讨这问题，我说不要担心京剧吸引不了现代小青年，等小青年一点点长成了，他就会喜欢京剧。我身边好多朋友都是20几岁的时候听不了京剧，这什么呀，这么慢，到现在整天呢拿着手机啊听各种各样唱段，觉得这京剧比流行歌曲有味道多了，好听多了。我们说有很多东西你是要在生活阅历的基础上，情商提升的基础上，咂摸这滋味，才觉得它越琢磨越有滋味。我们说京剧，我们说茶，包括白酒，都是这样的东西。所以现在虽然有不少年轻人不愿意喝白酒，可是原来那些人，比方说60后、70后，或者是85前的一些朋友，他随着年龄增长，他一点点发现呢，酒这个东西有滋味，白酒有品头。为什么这样呢？我在这里抛出一个观点，我看大家能不能接受。以我个人的经历看呢，我觉得白酒啊是一个年轻人走向成熟的成人礼。有人说哪有那么高的高度？我说一点生活体会，有那么句话叫中年心事浓如酒，少女情怀总是诗。他说的是人到中年的时候，
生活的五味杂陈涌上心头，想把这种复杂的感受能够找到一个对应的东西来发泄出去、排遣出去。什么最好呢？酒。比方说白酒，一进口那是辣的，再往下咽甚至觉得苦。可如果你会喝呢，顺着这舌尖两侧往下走，再回勾，再往上反，你会能感觉到酒的甘甜，而且这种劲儿呢，沁人心脾的往上一提，你整个人为之一振。把这种热乎劲儿和这提振的劲头，你要能感受得到，白酒你才算得其中的真味。为什么我说它是成人礼呢？大家记住一点，让小孩喜欢的东西往往是让人无比舒适的东西。你比方说巧克力，比方说糖，比方说汽水饮料，都甜得发腻，你吃起来喝起来觉得很舒坦。但是我告诉大家，让成年人真正上瘾的东西绝不可能是这些让你舒适的东西。为什么？舒适的东西会让你觉得沉沉欲睡，会让你安静下来。但是让成年人真正觉得有滋味的东西，一定是让你觉得兴奋的，能够激发你某种东西的。那么它不仅不是甜腻的，不是舒适的，它甚至是刺激的，甚至是苦的。比方说咖啡是苦的，烟有时候是辣的冲的，酒不用说了。就你看让成年人上瘾的东西往往都是这样的，而茶也是很涩的。所以白酒这种第一口下去苦辣，继而有回甘，然后能品尝到味道的，恰恰符合人生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一咏三叹，百感交集，五味杂陈。所以当一个年轻人，尤其说你是个男人，当你学会了怎么样品味白酒的时候，往往意味着你走向一种成熟。所以我说白酒是年轻人走向成熟的一个成人礼。当然这是我个人见解，就看你有没有这种体会了。如果你和我有类似的这样的品酒经历呢，我相信你对我这句话呢有可能就会产生共鸣。当然有的人会对我这个观点嗤之以鼻，行了，我可没觉得白酒哪儿好，要像你说那么好，那为什么有的人喝酒啊诗性大发，意兴横飞，斗酒诗百篇，而有的人喝酒呢酒后乱性，醉后失德啊，最后弄得丑态百出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同样的喝酒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？你不说是成人礼吗？应该是好的。我告诉大家，世间就没有绝对好绝对坏的东西，正常的物质就看你怎么去把握，把握好了它就是好的，把握不好它就是差的。而酒在它的基因里边同时存在着天使和魔鬼两种东西，就看你取它的哪一面。说酒的基因里有什么呢？我个人总结，酒的基因里有三样：文、武、痴。这什么意思？文不用说，文质彬彬，很有文化，很有素质；武豪爽大方豪迈；痴有点傻，有点愣，带点智障，这叫痴。你看痴字怎么写？这边并上一个之字啊，你查查它多少划？你一查你发现13划。你明白上海为什么很多人管这个有点智障，有点愣，有点傻叫13点？怎么叫13点呢？就是因为痴字是13划，这是个绝对的贬义词。说白酒里头就有文武痴三种境界。那你说这都哪儿来？我听着都新鲜。好，我下边给你讲一个这个酒的由来，就包含文武痴三种境界。说这酒怎么写？三点水搁个身有虚害的有。那好，为什么这俩字合一块它念酒呢？为什么读音它叫9不叫8不叫7不叫6呢？好，我给大伙讲这来历，你听的这个故事非常有味道。他说的什么呢？就说这酒啊怎么诞生的。有人说酒那个西方酒神叫狄俄涅索斯，说中国酒神是谁呢？杜康啊。你看这曹操那短歌行，开当以慷，忧思难忘，何以解忧，唯有杜康。您知道杜康是谁吗？杜康是商朝时候的王子，是商朝一位皇帝的第7个儿子。说杜康一天天长大了，他爸爸给他派了个差事，干嘛？看粮库。民以食为天呢，你当粮库主任那是很重要一个角色。结果有一天
他的下级来找他来了，说王爷坏了，说粮库啊出事了。说出什么事了呢？天降大雨，这个粮库啊年久失修，就漏水了。说这水呀进到粮仓里边了，说得赶紧过去看看去。这时候已经雨过天晴了，离着挺老远，这杜康就闻着什么味道这么香呢？到跟前一看呢，这不是粮仓那块漏了吗？雨进去了吗？顺着漏那地方啊，往外滴滴答答滴滴答答滴水，那股香味呢，就这水发出的味道。这杜康搁这个指头啊点了一点，搁嘴里一尝，哎呀，乍进嘴的时候挺苦，一咂摸嘴，哎，香，尤其闻着更是香。说这什么这怎么这么香呢？来，告诉下边人拿了个小碗在底下接着，不一会儿滴答答滴答答有个小半碗，杜康拿过去喝一口，哎呀，很有味道，挺刺激。但是呢，喝起来有什么感觉呢？它毕竟它是这个粮食嘛，从泥土里长出来，有股土味儿。哎，这股土味儿呢，让人感觉不太舒服。说咱等一会儿再看，再接点，接出来回去，杜康再一喝，这饮料真好。说怎么形成的呢？你告诉他说，这水进去了，跟那粮食泡到一块儿，要搁现代话说，咱都知道叫发酵，一发酵形成这酒精了。杜康一琢磨，说咱看看这老天爷给咱的，咱自个儿做行不行呢？把粮食跟水泡一块儿，哎，也能出这个感觉来。所以出了这个感觉之后呢，这杜康啊，一天两天就尝这个东西，越尝越觉得好。说这怎么办呢？说喝起来好是好，但是有股土味，怎么能消除这土味呢？他就琢磨试各种配方，哎，也没解决这问题。这人就是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。他晚上闭着眼睛就想这事儿，怎么能把这土味去了？哎，到晚上神仙托梦，做梦的时候来个白胡老头神仙给他托梦，说杜康啊，你喝那饮料，你不是想把那股土味去掉吗？我告诉你个办法，说这个土味啊，天生地长，天地人三才，这得搁人味去中和它。你怎么办呢？你现在呢，再把水跟粮食在那泡好，泡到第9天头上，在下午5点到7点的时候，哎，就搁12时辰来说，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，就酉时。你把这盆饮料啊，你放到你院子里头，你在大门口等着，南来北往的有各色人等行人，你挑3个你看得上眼的人，你让他们呢把食指割破，就跟那歃血为盟似的，几滴血呢滴到这个饮料里头，3滴血凑齐了，你可注意啊，酉时过了这时辰不行了，不灵了，你看得上眼的，然后这个饮料里头这土味就没了。哎，杜康在梦里头，这白胡老头神仙给他托梦一讲这个，他醒了之后一琢磨，神仙给我托梦了，对不对呢？哎呀，死马当活马医吧，看着吧，你信他就灵呗。就这么着，他叫手下重新用干净的水上好的粮食啊泡好了，发酵到第9天头上，把这倒出来，搁这么一个小缸里头，把它放在门口。这时候呢，就是下午的5点到7点，就我们说的12个时辰里的酉时。这时候他在大门口那等着，说我得看得上的人，这人来人往啊挺多。哎，不一会儿从那边过来一个读书人，摇头晃脑的在这里念念有词儿。哎，这个人有学问，我好像还认识他，喊那一声，来，您过来，借一步说话。这读书人来了，王爷您有什么事啊？有这么个事儿，一指这一缸饮料，神仙给我托梦，有股土味，您尝尝。舀一点一尝，是好喝，但是有点土味。好，神仙说了，借你一滴血，天地人三才，土味乃地，需要人来中和。好啊，很痛快。这个文人嘎个小口，挤一滴血进去。又过了半个时辰，他又看上有个武将骑着马，高头大马，舔胸叠肚过来了。说这个人呐，
给国家立过功劳，在战场上很是勇猛，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。哎，您请下马，借一步说话。这武将下来了，王有什么事啊？跟您说有这么回事。哎，把这番话又说一遍。这武将崴了一勺一尝，不错呀，可以呀，把食指拉破，滴滴血进去了。哎，这2位这不还差第3滴血了吗？可这时候再过这些人呢，这杜康就都没看上眼。哎，这不是我的法眼。可是左等右等啊，这天可就擦黑了。一看呢，离这个酉时过去啊，时间很短，也就几分钟了。这阵杜康着急了，再找人哪那么容易找着？四下里再一看呢，哎，前面小河边啊，有一个智障人士，哎，疯疯癫癫的在那和泥巴玩呢，实在找不着人了，自个儿又不行，行了就你吧，拽过来，没办法跟他说呀，喝一口，喝一口，喝一口，啊，挺好，划开你手，挤一滴血。这人疯疯癫癫，智障人士嘛，也没拿当回事，划开挤一滴血。好，文人、武将、疯疯癫癫这个智障人士，3个人的血滴到这饮料里边，接着再拿这个瓢一舀，再一喝，吐形入门了，芬芳甘美无比。杜康说：“这个东西今天才成型，那咱给它起个名吧。你看啊，它是水发酵而成啊。”所以得3点水旁，这个字儿是在酉时形成的。好，3点水搁个酉字儿，就这字儿吧。说念什么呢？说咱是第几天发酵了？王爷就是第9天。那好，就念9吧。9这个字儿就形成了。3点水搁个酉，念9。有人说：“你说那文武吃哪儿呢？”你别着急，我给你往下说。这自打有了这酒啊，这文武百官天下百姓啊，可算是找着精神寄托了，真好喝呀！来干来什么？这喝着喝着，发现这个酒场啊，出现了3种不同的状况。第一种类型呢，喝酒的时候，在酒局上，这个人很文明，端起杯来，我对您的敬仰如长江黄河之水，滔滔不绝。来，咱把这杯干了，举杯邀明月，对影成3人。这是文人的滴血发挥作用了。喝酒喝得很文明，很有礼貌，很有诗情雅趣，这为文人的滴血。可是有的人呢，觉得这样喝不过瘾，大碗喝酒干，一边喝一边劝酒这词，来来来，3伏天下雨雷对雷，朱仙镇交锋锤对锤，咱们英雄好汉喝酒杯对杯，谁不干谁残废。来，这是什么？武将的滴血发挥作用。再有的人喝着喝着可就管不住自个儿了，明明能喝2两，非喝半斤，能喝半斤，非喝1斤，别人不喝，逼着人家喝，最后喝的离了歪斜的，双眼迷离的，说醉话，耍酒疯，你喝不喝？不喝给你洗头，往人脑袋上倒。这是什么状态？智障人士那滴血发挥作用，吃人。所以这喝酒3重境界，文武吃。你咱们生活当中你对比一下，是不是有文人的酒场，有武将的酒场，有智障的酒场？喝的那种程度跟智障有什么区别？没区别了。所以我说白酒的基因里头有文武吃3种境界。奉劝各位啊，喝到文够意思，喝到武够洒脱，喝到吃你可真够白吃的了。酒不是那种喝法，喝到人肚子去，没喝到别的东西肚子里边，您可得记住了。所以咱们现在有很多朋友的困扰呢，恰恰在此。说我接触的酒场啊，哪有文酒场啊？最起码都是武酒场，更多都是吃的酒场。到那就逼你喝，不喝都不行，就给我灌的上吐下泻的，我看别人都丑态百出的。其实这里边呢，有一个朴素的道理，就为什么中国人喝酒他特别愿意劝酒。有句老话叫喝酒把人喝厚了，耍钱把人耍薄了。意思是呢，耍钱都琢磨着我赢你钱，喝酒呢我都琢磨让你多喝点，让人家多喝点是不是对人好呢？有人说什么对好，他想惯我。在过去可不是，过去真是对人好。为什么？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，我还经历了喝酒得用酒票那个年代，打酒都得搁酒票。
为什么酒在那个时候，酒是粮食精吗？它是个稀缺产品。这个稀缺产品就决定了呀，家里头有点酒舍不得喝，攒着，有一瓶酒都留着，逢年过节客人来了，中国人好客呀，得把最好的东西给客人喝。所以招待客人，你想想，您喝，得可着客人喝的够才可以。所以贫困年代过来的酒是好的东西，当然朋友来了有好酒得给人喝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为什么热衷劝酒？中国人太内向了，甭说3杠打不出一个屁的人，这一见到人紧张都说不出话来的，是让你说2句跟杀了他似的，这人有的是。那在酒桌上为了烘托气氛怎么办？只能在酒上做文章。你看每当咱们酒桌上这进入很尴尬状态，谁也不吱声了，哎，那谁老梁你张罗一杯，你敬他一个，保准有人说这事。为什么？只有互相敬酒才能让酒桌气氛热闹起来。所以这是为什么中国人喜欢劝酒，喜欢敬酒，它一个最重要原因。但是这样的问题来了，你劝酒到了极致，往往就变成了逼酒。这一逼酒，有的人喝的就不是那个样子。那么怎么样才能避免这种情况呢？我告诉大家，你一定记住，不是什么样酒局都去。有的时候你遭到这种待遇，热情的虐待也好啊，还是被人算计了什么劝酒劝大了也好，往往是你自找的。就是你要选择什么样的酒局我能去，什么样的酒局我不要去。有人说老梁，我想听你说说，那什么样的酒局咱不去呢？我说这几样你听着，你看有没有道理。第一种酒局，这个局上的人呢和你很陌生，有的甚至呢可能存在着一定的利益关系，这样的酒局最好别去。因为中国自古以来有个说法，酒无好酒，宴无好宴，鸿门宴很多地方都有。这样的酒局你最好别去，咱是去找轻松快乐去了，不是去找麻烦去了。真要找麻烦咱谈判，咱也别在酒桌上。因为喝酒人越喝状态越不清醒，喝茶会越喝越清醒。我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什么叫这种类型酒局你不能去，有利害关系的或者很陌生的。是去年12月份吧，在乌镇有一个互联网大会，咱们很多 IT 行业朋友都关注这，说那些大佬都去了，你看什么腾讯啊，什么美团啊，京东啊，快手啊，头条啊，还是什么阿里巴巴都去了。结果呢，在互联网大会期间呢，有一场很有名的酒局，就互联网大佬都来了。怎么能看出他都来了？你看上的菜，那菜名人给设计的吗？什么这个腾讯四海蒸龙虾，什么头条春水小狮蛙，什么这个京东紫气雪花牛，还有什么快手称心味冬瓜，就这样的名。就一看这些大佬都来了，做当家的马化腾啊，两边有京东的刘强东，有什么这个，反正都是互联网界大佬。转一圈，大家突然发现一个事儿，哎，遍插茱萸少一人，少谁呢？马云。少了他，这还能叫互联网顶级盛宴吗？哎，偏偏就没有他。后来有人问马云说：“为什么你没去呢？”马云说：“没人请我呀，请我也不去啊。”这当然这跟饭是一样，最重要是饭桌上讨论什么事情更为重要。在这里，我们应该把所观点的想法、对与错的编去评论，真诚分享，这最重要。什么原因大家都清楚。为什么腾讯的老总坐在中间呢？有人说这个饭局呢是腾讯的朋友圈。那腾讯系和阿里系大家都清楚，它存在着一定竞争关系。那马云选择回避我不去，有他的道理。因为这个饭桌上恐怕绝不简简单单是聚会谈事儿那么简单，它里边有太多的利益牵扯。所以我们生活当中有类似这样的饭局，咱索性去谈判，不要参加这样的东西，对自己没有什么好处。这是我说第一类的饭局。第二类的饭局呢，你的老板你的领导带着你的饭局。有人说：“哎呦，我最苦恼就这事儿啊，这老板非要领我去出去说见见世面，其实就是跟客户喝酒让我挡酒。”哎，这样饭局你能躲就躲，实在躲不开，你主动给老板开车，
那把老板送回来吧，我给你开车不能喝酒，这开车不喝酒，喝酒不开车成了共识了。有人说为什么这样饭局就不能去呢？我告诉大家，这种饭局你觉得冲锋陷阵会给老板领导一个好印象吗？这样的饭局，你的老板你的领导考察的是什么？他其实就是你的忠诚度问题。咱们都知道一桌饭局上做主位那个啊，他是老板是领导，大家应该向他敬酒吧。可你发现谁都不好使劲的向他敬，都是适可而止，而且敬酒的方式都是领导我干了你随意。为什么这样呢？位置尊贵啊，我敬酒表达我的忠诚，我都喝了你随意，我还得照顾领导的身体。而领导呢，接受了下属忠诚表达以后呢，他也愿意接下来看看你们互相之间斗一场，你俩谁能喝，娱乐嘛。所以很多这类的酒局是这个，并不是说这酒局里头意味着你怎么样，而且你以为喝酒就是喝酒吗？说是猜拳行令啊，互相之间劝酒啊，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能不能进入这个圈子，喝酒是个检验标准。什么标准？检验你的忠诚度，它是一种忠诚度信任度的测试。为什么下级敬上级，员工敬老板经常是我干了你随意呢？这是自我残害啊，怎么会这样呢？你注意看自然界里边这个头狼，狼的领头那个下边狼对他表示忠诚，怎么表示？要么把脑袋低下，要么躺地上把肚皮翻开。对于动物来说，肚皮是要害部位，意思是您随便伤害我，意思我获得你的信任和忠诚。你家里头养猫养狗，跟你撒贱的时候不也是把肚皮对着你吗？这叫合法伤害权。就是我把合法伤害权让渡给你，意味着我求得你信任我，我对你是绝对忠诚。所以往往这种酒局上体现的是一种忠诚度。所以说这样的酒局你去了，你难受不难受？在我们现在强调人的权利是平等的年代，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们传统文化当中的一个陋习。而且更主要的是，即使没有这些元素，往往你的老板包括请客那一边对方的老板，他会以挑剔眼光看待你，然后底下两个老板在一块在议论你，甚至你在这个公司将来的前程就这个决定。你可不要以为这小事，这些大佬们经常拿这个说事儿。你比方说李嘉诚，李嘉诚看一个人怎么看？吃饭，说这人是愿意跟老板坐一块呢，还是离老板挺远呢？李嘉诚的选择是他特愿意跟老板坐一块，这人我不能用，功利心重，溜须拍马。有意识跟老板坐得远，说明这人太胆怯，还可能心里有鬼，我也不用，我选中间那个。其实你琢磨琢磨，李嘉诚是挺了不起的人，但是他这个标准跟选择人有什么关系？纯属他个人的一种，我还不说偏见都差不多。还有你比方说这个董明珠，董女士，董小姐，她判断一个人在饭桌上吃相怎么样，不注意自个儿吃相，这人我不能用。还有的你像那个玻璃大王曹德旺，他看员工怎么看？几个年轻人不知道用谁呢，来咱吃饺子吧。吃完问你们吃多少个了？那仨谁也不知道。第四个说我吃23个了，好，就用你了，说明你心里有数。好多老板他这个标准我就觉得很荒诞，但是呢他会通过吃饭酒桌上的表现来断定这人我用不用。你想想，当你像个商品一样被这些老板品头论足，你舒服吗？你不舒服。我们干的是工作，我工作表现好就足够了，我还需要这些工作以外的东西像邀功取宠一样获得人的认同吗？所以我说这样的饭局能躲就躲，不要去。还有第三类饭局你最好别去，酒肉朋友。有人说酒肉朋友交朋友怎么能不去？我跟您说句掏心窝子的话，你这么些年交的朋友，我问问你，有哪个是你喝顿酒就交下来了？有哪个是因为你总跟他喝酒，你俩人就成生死哥们了？没有，一个都没有。有酒有肉多兄弟，危难何曾见一人。这个酒肉朋友在一块儿，完全都是那些声色犬马的欲望聚集。你看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，说没有女孩的饭局还叫饭局吗？这什么观点呢？说白了，一帮油腻中年男在一块儿，一个个充满着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想法和意淫，这来一个女孩就跟人开玩笑，甚至半荤不素段子都上来了。
这是低级趣味。这样的饭局去长了，你会在声色犬马的欲望当中陷下去，对你的生活是没有什么好处的。再说点高大上的，就是正能量太少的这种饭局，你最好还是少去。我说到这儿，很多朋友说老梁你没法听了，怎么的？照你这么说，咱什么饭局都别去了，那就咱别喝酒了，在家待着吧。不是那样，有一些饭局你还真得去。那么说哪几类饭局你要去呢？头一类的是人情的饭局，就说人家给你办了件事，帮了你个忙，回头人家也希望通过吃顿饭呢，双方的家庭坐在一块很高兴的联络感情，这时候要去，不去显得你不近人情。而且真正对你好的帮你忙的朋友也不会让你难堪，喝酒喝的不像样。所以这个时候有来有往，你记住朋友之间往来有个特点，说我万事不求人，我有事我不麻烦他不好吗？他不是，你麻烦他一下，他麻烦你一下，这个感情往往在这个往来过程当中就会变得越来越融洽。这就像我们说亲戚朋友不往来，不是亲戚也不是朋友了。所以这类饭局要去。还有第二类呢，你职场当中的一些饭局呢，比方说双方谈成了一个合同了，要庆祝一下，体现你公司一种精神面貌的，双方的喝酒点到为止的，代表你公司形象，该去得去。尤其是你是个中层或者说更高层，你更要去。还有第三类呢，是值得去的，就爱好的饭局。这我拿我举例子，我打乒乓球打好多年，我们球友打完了干嘛？必须喝一顿。喝一顿干嘛呢？打完了剧烈运动，咱需要补充营养。喝酒过程当中双方聊聊球，我们很有意思的活动是什么？比方说打团体赛，我们赢了他们输了，好，输的一方站起来给我们倒酒，我们每人还得翘着二郎腿，爱答不理的得倒上酒。你的球啊有问题，你正手不好，发球有问题，哎，那个过程很快乐。人活一世嘛，没个爱好，没爱好的人太可怕了，你知道。所以同好之间这个酒局能去还得去。那有的朋友说你既然有些局你要去，现在有的朋友的苦恼就来了，怎么来？说我参加这些饭局有个问题，我也不会说话，我一见人说话我就紧张。你说很多饭局我想跟人认识，我想扩展我的人脉，这个饭局是酒局是值得参加的，我也想喝两杯，可不知道咋说话，不知道怎么办。往往人家你好，加微信吧，加完回头一看过不长时间微信清理，不是我好友该给你删了，你不往来怎么办？我告诉大家，饭桌上酒桌上喝的不是酒，喝的是人情世故，你得懂人情。怎么才能让大家把你记住，然后继续友好往来，给人留下个好的印象呢？我们每个人，你想你愿意跟什么人往来？如果这个人很体贴，这个人很有趣，这个人很厉害有能耐，你愿不愿意跟他往来？你肯定愿意跟他往来。所以你就想你怎么样在酒局短暂的接触过程当中变得很有趣，变得很体贴，显得很厉害，你才能获得更多人对你的认同。那怎么能做到呢？其实并不难，你从开始这个阶段，从点菜就能体现出你的情商来。有的人点菜就是这个那个，你吃不吃这个，吃不吃那，太简单。上来先问忌口，老梁你糖尿病，不给你点甜的点那个拔丝地瓜你可不能动这就是体贴。过去民国那时候在北京请吃饭，必有那个东家站起来问一句，您各位是在齐还是在教在齐是齐人，在教是回民，这都得问到了，避免出现各种不愉快，这也是体贴。然后点菜的时候您喜欢吃什么，你说荤素搭配怎么样，最后什么酒水什么饮料什么主食，问清楚了，让每个人都觉得你照顾到他了。所以这个点菜不是个小学问。那么在酒桌上喝酒必然得聊天，聊什么话题？咱们有的人呢就不懂这道理，以为我夸夸其谈大家都得注意我。比方有一回我们是说了是酒桌上说到什么呢，随便谈一个话题，结果碰到一个朋友的神经了。他是干嘛的呢？他是搞钢铁行业的，然后他就给我们讲这个钢铁材料的生产，这个钣金那个铝合金，谁懂这玩意儿？他滔滔不绝讲，我们听得大眼瞪小眼的，听也不是，不听也不是，你说能不对他心生厌烦吗？酒桌上最忌讳的讲自个儿专业，别人听不懂。那说不讲这个讲什么呢？大众关心的话题。
都有孩子，咱说说教育。最近发生的新闻啊，你比方说这个世界杯要到了，俄罗斯你知道荷兰、意大利都没进来，哎呦，我最喜欢意大利，就是帅哥多，马上这话题就找大众话题。当然聊的过程当中，如果有人说一个你完全不同意的观点，你可别一下给人怼回去，这是最忌讳的事儿。在酒桌上，你听着不顺耳，微笑点头，那明白人有都是，不光你一人啊，千万别给他怼回去。还有，如果一旦有的人滔滔不绝讲，大家都不爱听，你这时候主动站出来做改变话题、引领话题的人，他说正来劲，哎，你说这对啊，我知道。你有一年我一个朋友他就跟我讲过这个话题，哎，我那朋友你不知道，他离过一次婚，他那个前妻啊是美国人，那年我去美国，一下把话题就转走了，就转到大家喜闻乐见的一个话题上。你要做这种话题的领路人。还有人说，老梁你说那个好像头头是道，我跟人都不熟，我咋张嘴说这个呀，多别扭啊。好，你想不想和人沟通的好一点？想不想在面对客户的时候，面对一些陌生人的时候有话聊？有的人经常跟我说这个很苦恼，你苦恼你还不做功课，你不活该吗？赖谁？这事儿能做功课。比方今天这饭局酒局上有这么一位你要重点照顾的对象啊，他是你客户，他是你什么？好，你得做功课，你得事先打听他是哪儿的人，这个不难做到吧？招待他住酒店，他拿身份证到前台问一下身份证写着哪儿的人呢，或者听口音，或者以前你就知道，做点功课。这酒席宴间呢，俩人没啥聊的了呢，你知道中国人喝酒抽烟其实都是沟通的方式，那么聊天更是。你问他，王总你家哪儿的？老家啊，我山西的。山西什么地方啊？啊，我运城。哎呦，好，关公故里呀，忠义千秋关二爷，你们这儿的关二爷多了不起啊！我看香港警匪片，警察拜关二爷，黑社会也拜关二爷，老家真了不起。马上就关公，你们就有谈的了。李总你哪儿的？我青岛的。哎，青岛好啊，人都说山东的济南，中国的青岛，青岛现在把济南都超过了。马上双方就最近发生的事，他老家的事就有话题了。您是哪儿的？我贵州人。贵州哪儿的？我习水的。习水好，你那儿有个喜酒，老好喝了。你看，正酒的话题就聊一块儿去了。所以像这些细节，大家要特别注意。当然，这里边有个大前提，什么大前提？你到这个酒桌上啊，如果一旦有一个人一口不喝，这个是很尴尬的一件事。就是如果你决定参加这个酒局，你不是酒精过敏，最好端起杯来，不能多喝少喝，助助兴，千万别拒人于千里之外。这个酒桌因你一人而冷场，所有人不仅视你为路人，甚至心里往外会讨厌你。所以要么咱不去，去了能捧就捧个场。当然酒桌之上不懂这规矩的人很多，咱们生活当中啊，讨厌的一类人往往就是在酒局上不懂规矩的人。我说个顺口溜，你看看说的有没有意思。酒桌上有一类人最让人讨厌，这人表现是什么呢？叫请他不来，来了还不喝，从来不买单，还得装大哥，一见到女的就往死了喝，送他去回家还得吐一车。请各位对号入座。